怎么还没睡吗？现在光启可都快凌晨了吧？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又到截稿日失眠了？放轻松，你呀就要相信自己。有什么放松的办法？我想想。哎，我接着给你讲上次的故事，怎么样？我记得你小时候睡不着，就老闹着让外婆给你讲睡前故事。今天就让我来冒充一回外婆吧。来把被子盖上，小祖宗。阿塔跟柠檬坦白先知之梦的这一天，他正和柠檬沿着纳河散步，远处山脉后的油花闪烁着蓝光。阿塔眺望着那圣洁的光芒，握住柠檬的手。也许我会离开，阿塔说，但无论在哪里，我的肝脏永远属于你，柠檬。柠檬悄悄地跟他伸手相握，给了阿塔沉默的回应。阿塔决定开始行动了。成人礼后正式遴选的机会太小，他不愿意等待。翻遍图书馆，他得知先知曾为游族留下4本范书，其中一本解释得非常清楚。在这个遍布辐射的地球上，范阿王为游族安排下了螺旋湖边的家园，而以辐射带为界，贫游族只能住在另一侧的贝卡图因盆地。贫游族崇拜物质，没有信仰，畏惧放射性，自然他们也不能使油花在肝脏前开放，甚至欣赏油花都足以要了他们的性命。低贱颓靡的贫游族，活着或者死去，又有什么分别？他们的存在，就是为了让游人知道什么是恶，善方才显得弥足珍贵。而让游族领悟这一切真理的先知，此刻正安眠在山脉的背后，那个叫洛斯阿拉莫斯的地方。难怪山脉背后的油花能够散发出如此强烈的蓝光。阿塔想，那里就是洛斯阿拉莫斯。阿塔想要翻山越岭去往的先知棉地，但是只有圣徒有穿越禁地的能力。禁地前那条神圣而无形的边界，现在成了阿塔的阻碍。于是阿塔找上了峰哥。峰哥曾经是游族最优秀的范学家之一。3年前，他被选为第5圣徒，踏上了祭祀之路。但奇怪的是，那场盛大的仪式后，峰哥竟然回到了螺旋湖。准确地说，游族人认为他从祭坛逃回来，从此成了一个自言自语的疯子。你这么好奇峰哥的经历啊？明明眼皮都开始打架了，你还是跟小时候一样，一听故事就困了。那这些故事，我们留到明天好不好？好，我也会早点休息的。那晚安，小朋友。